子少哥哥，季兰姐姐出身名门，我不过是个没名分的，她容不下我也是应当。这正位之位，我不敢要。静兰，齐音是孤心尖上的人，你非要拿那套老史子规矩逼死他吗？孔家百年清流，难道教出来的就是你这种毒妇？殿下既然认定臣妾是逼迫，那臣妾便如殿下所愿。臣妾孔氏，自请让出东宫正妃之位，求殿下成全温姑娘。听说了吗？孔家那个旁支女竟然把正妃位子拱手让给了一个毫无背景的丫头，真是丢尽了祖宗脸面。百年孔氏竟出了个自甘下贱的软骨头。他们不懂，深宫对弈，最高明的棋手往往置身局外。主子，太子妃今日为了抢一只簪子，在母后寿宴上当众失仪。让他闹！萧子少，你凭什么去宠幸那个贱婢？你给我回来！静兰，这一刻胜负已分，我从未争过那个位置，我只是等他亲手将榆木宠作明珠，等那份爱意在无休止的痴缠中变作灰烬，最后剩下的只有我这张无可挑剔、永远符合皇室体面的脸。兰儿，外人都说咱们孔氏是皇权之下最懂藏锋的一杆枪，你可知这枪尖为何能始终锐利？兰儿不知。因为规矩，无论离长安多远，孔氏的规矩永远一丝不苟。每隔1年，各房各职所有人的年齿、样貌、性情、课业都要工整誊录送往嫡支，这是维系孔氏大树根基的第一要务。皇权之所以信任孔氏，正是因为孔氏连自己人都监察得近乎苛刻。旁支子弟孔某上报课业作为，实属欺瞒，开祠堂告祖先，将此劣迹写入族谱，即可向宫中阐清说明。被除名的人不至于挨冻饿死，但在仕途和婚嫁上便算彻底完了。失了孔家的庇佑，过往的人脉瞬间烟消云散。5岁这年开春，宗册刚递上去不久，我便被太后点名了。父亲反反复复将印有凤纹的家书看了许多遍。孔老弟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宗册刚递上去，太后娘娘便亲自点名要见这孩子。往后啊，你这一房必定前途无量。太后孔如章，嫡支出身，万千风华。15年前，皇上登基，身为外祖的孔相急流勇退，被封安定宫。在此期间，孔氏女再无一人进宫，连京上的皇后都未出自本家。直到太子降生，太后娘娘年岁渐长，深宫寂寥，对家族的念想便一日多过一日。5岁的我尚且不知这一封家书的重量，只记得父亲在书房哭坐了一夜。兰儿，记住了，入宫之后多听少说话，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。马车驶入宫门，将市井喧嚣彻底隔绝。穿过一道道门廊，便到了太后所居住的寿康宫。我被引至正殿门外，稍作停住。倒是个稳重的孩子，走近些。模样生得极好，难得的是眉宇间这份静气。这通身的气度，倒不像是个6品编修家里能养出来的。怕不怕？初来乍到，心里有些生怯，但见娘娘和蔼，便不怕了。生怯是常理，往后这里便是你的家了。去跟着和尚姨好生学规矩。和尚姨，带他去安置吧，就住在西暖阁旁边的树玉轩，离哀家近些，也方便走动。尚可，剩下半日，姑娘好生休息。明日开始，姑娘便要学品级和公务了。
须得打起12分精神，容不得半点错处。金兰记住了。那本册子上记载着后宫所有主位妃嫔，甚至连有脸面的女官内侍，以及与前朝关联紧密的贵戚名录都在其中。家世背景、性情喜业、派系消耗，每一行字都透着刺骨的算计。这些不只是让姑娘背下来，更是让姑娘看明白，在这宫里，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人，他们身后连着父祖母族，连着恩宠祈福。看懂了这些，你才知道什么人可以走近，什么人必须远离。你更得记住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听了要烂在肚子里，当作没听过。4年时间，这本名册我抄了不止10遍，如今我已能写出与太后娘娘6、7分相似的字体。吏部尚书林远之，原籍江浙，家中嫡长女，去年入宫为才人，其弟林敬之现任幽州节度使，与赵家乃姻亲。若是户部与兵部在军饷上起了争执，而中宫内卫又偏帮户部，你当如何平衡这期间的消息？回娘娘，此时不应看争执，而应看此时边境的战事急患，以及圣上昨夜留宿何处。多听多看，少说话。这深空名册早已烂熟于心。往后这本后宫名册的增补与修典，便由你来亲手执笔。和尚仪会从旁提点你，但其中的梳理与录入，你要真正担起来，明白吗？臣女孔氏定当尽心竭力。起来吧。太子殿下驾到！不必下去了，一同见见吧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。皇祖母今日气色真好。刚才孙儿特意去御花园摘了一茬开得最盛的桂花，盯着嬷嬷亲手制了这桂花糕，特别带过来给您尝鲜。就你嘴甜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净想着法子哄哀家开心。咦，皇祖母，您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位这般标致的仙女？臣女孔氏敬劳，拜见太子殿下。这是哀家族中的晚辈，模样生得静气，便留在身边养着，陪哀家解解闷儿。仙女姐姐也尝尝。果然清甜馥郁，殿下有心了。你也别总殿下殿下的叫，听着怪生分的。顾名子韶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？臣女孔静兰。静兰，好名字，兰水静谧，倒真衬你。那我以后便叫你静兰，你叫我子韶，可好？好啊，子韶。静兰，你在宫里住的可还习惯？皇祖母这寿康宫虽说是全天下最好的去处，就是规矩实在大了些。你整日待着，会不会觉得闷？自然是习惯的。姑祖母待我极好，这宫里处处都是学问。光是看这殿中的陈设摆件，赏着窗外的四时花草，再听姑祖母闲暇时讲些古论今的往事，便觉日子充实得紧，并不觉闷。你不觉得闷就好。往后我若得了空，定多来找你说话。寿康宫后头那个小园子，这个时节景致是全宫里最好的，还有几株晚桂，一直开着呢。皇祖母，孙儿带静兰去园子里逛逛可好？您放心，孙儿保证不乱跑，就在近处转转。去吧去吧，哀家正巧想眯一会儿。静兰，你看那边，那是听竹轩，夏日里在那头读书，最是凉快。风一吹，竹叶沙沙响，听着特别惬意。改日咱们一块在那儿看书习字，怎么样？子少好兴致。子少安排便是，只是我自小长在县城，字迹写得寻常，到时恐怕要惹你笑话了。怎么会呢？谁不知道和尚仪的规矩是全宫最严的？子少，你看那边的晚桂开得倒真好。还真是。走，咱们再去那边瞧瞧。我与萧子韶漫步在宫院中，
听着他兴致勃勃的话语，适时回应，每一步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日头偏西，萧子韶虽意犹未尽，却也知该回去了。静兰，今日的桂花糕，你当真喜欢吗？很好吃。御膳房刚来了个会做江南点心的老师傅，做的荷花酥精巧的跟真花一模一样，那在宫外可是见都见不着的稀罕物。蓝田到底是个小地方，女儿家见识浅，确实从未见过那样精巧的物件。今日跟着子韶，倒真是长见识。那便说定了，下次我来定亲手带给你尝尝。回来了，园子里的风大，逛得可还尽兴？回姑祖母，园子里的秋色极好，太子殿下为人很是周到。静兰，你且跟哀家说说，你觉得子少这孩子为人如何？太子殿下天资聪颖，处事朗阔，难得的是还有一颗赤子之心。若哀家说想将他配与你做夫婿，你觉得如何？若只论孔静兰自身，论私情，我家世微末，才学在宫中亦不算顶尖。但若论孔氏静兰，有皇古祖母您4年的悉心教诲，背后更有我孔氏100年的清流门楣做托。如此，静兰便觉得自己配得上了。很好，不妄自菲薄，也不盲目自大，最要紧的是你清楚自己真正的倚仗为何。这便是哀家从100人之中独独挑中你的道理。自那日太后铺白心计，2年间，京世子琪便成了我岸上的常客，和尚仪也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。至于我和太子，静兰，今日公布关于修缮河堤的折子，父皇批了，可户部那帮老东西却死活不肯放款，姑当真是头疼的紧。殿下且莫急，公布的事儿是急，可户部既然哭穷，殿下不如去翻翻内务府前年裁撤的那几处官办盐田的账目。盐田，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只要查清了盐税的亏空，户部就再没理由推脱了。还是静兰心细，总能一语中的。静兰，开春你便要及笄了吧？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。父皇方才降旨，命姑开春后带天子南巡，视察江南漕运。姑会尽量赶在你及笄那天回来的。所以，等姑南巡归来，可好？好。那静兰便在宫里等着子霄回来。春去冬来，又至年关，如今太子已随圣上听政官事，那日南巡前对我许下来的诺言，没想到竟成了及笄之日的荒诞。瞧瞧，皇后娘娘待静兰姑娘，当真是比亲生的还要亲厚呢。宜笄之日，我见到了时隔10年的父母，他们比记忆里的模样倒还要年轻些。也是，只要我在这深宫中站得稳，蓝田的那颗根便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优待。这便是我孔静兰存在于这深宫之中最大的作用。瞧瞧静兰姑娘这通身的气派，真是端庄持重，不愧是100年孔氏的教养。与咱们太子殿下站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天造地设，可不是吗？这可是太后娘娘亲手带大的。咱们今日啊，先在这儿恭喜未来的太子妃娘娘啦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哟，瞧瞧，咱们殿下当真是个有心的。南巡路上紧赶慢赶，总归是没误了静兰的好日子。静兰，南巡路上出了些岔子，耽搁了归期。好在紧赶慢赶，总算没误了你级边的正事。
随手拿的。齐音，别怕，这位便是姑先前跟你提过的那位孔姑娘，是姑的挚友。民女温其音在此恭贺孔姐姐及第大喜，愿姐姐芳龄永继，岁岁今朝。温，当今中宫皇后娘娘可不就是出身临川温氏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场惊天动地的极地惊喜，原是皇后娘娘早就为我备下的一出好戏。借着我的及笄里堂而皇之的抬出自家亲侄女，皇后这一手不仅是当众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更是要让我孔氏百年清流彻底沦为长安城的笑柄。多谢温妹妹吉言，妹妹当真是有心了。殿下南巡归来，风尘仆仆，一路着实辛苦，这份礼竟要打心眼里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哼，这一出好戏，明眼人自然明白。哎呀，今儿个双喜临门，既贺静兰及笄，又贺殿下平安归来，大家伙儿快尝尝这新出的果子酒。这一整场宴席，我举止和度，言笑颜艳，甚至比往日还要从容几分。只要我不露怯，谁也别想看孔家的笑话。借我的几笔里抬出自家侄女，不仅敲打了我，还让孔氏成了笑柄。太后今日面色如常，对这场风波既未过问，也未动怒。皇后以为今日那一出惊喜是稳操胜券，姑祖母能在这深宫里稳坐几十年，历经两朝风雨，她的手腕与掌控力，岂是温氏这种只会后宅争锋的妇人能揣摩透的？静兰，你今日真的很美。殿下怎么过来了？这舒玉轩的奴才们越发没规矩了。太子驾临，竟不知进屋通报一声。是我不让他们通报的。静兰，今日的事，是姑对不住你。殿下言重了，今日是臣女的吉禧礼，殿下能从南巡路上一路奔波，亲至观礼，臣女已是感激不尽，何来对不住这种折煞人的说法？这次南巡，姑一路上自问是兢兢业业，父皇交代的差事，姑办的也还算妥当。回京路上途经雍州，母后特意嘱咐姑，带她去探望探望外祖家，姑便在那儿多停留了几日。也就是在那儿，姑遇见了齐音。静兰，你千万别被她今日在殿上那副文静胆怯的模样给骗了。实际上，她性子活泼的紧，整日里叽叽喳喳，像只林间的小山雀。她会骑马，甚至敢独自去溪边钓鱼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从来都是毫无顾忌的，那种鲜活劲儿，跟着深宫里那些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全都不一样。姑与她朝夕相处了1个多月，看着她那种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样子，静兰，那样的鲜活，才是真正令姑心动的。情爱一事，若求不来，那便不求了。更何况，从蓝田到长安，我每一步的接近都带着家族的使命与目的。真心，这深宫近月，配谈真心吗？殿下能寻得性情相投之人，在这枯燥的南巡路上相处愉快，自然是极好的事。温妹妹确实天真烂漫，这种不染尘埃的灵动，也的确是这宫墙之内罕见的。静兰，你误会了，姑绝不是说你不好，你很好。这世间再没谁比你更端庄、更聪慧、更识大体，你也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孔静兰。只是姑……殿下，这人世间的情谊，从来就并非只有男女之情这一种。你我自幼在这深宫相伴10年，彼此性情早已了然于心。静兰斗胆，早已引殿下为生平知己。既然是知己，难道不该盼着对方万事顺心，事事遂意吗？静兰，你心里当真也是这么想的？知己，殿下终究还是太天真了。皇后出身微末，不过是皇上用来平衡世家、笼络寒门的棋子。可一个从泥潭里爬上凤位的女人，怎会没有野心？圣上想要制衡世家，而皇后想要温家，也长长久久地分上一杯羹。我的对手，从不是天真鲜活的温其音，也不是皇后那点小心思，而是那玉座之上心思难测的帝王权术。兰儿，上头那些大风大浪，哀家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顶上一阵，可你脚下这条路得你自己走稳了。眼要看得远，心要沉得住。该争的时候你要寸步不让，该退的时候
你要毫不犹豫，明白吗？静兰，申领教诲，10年教诲，锦衣玉食，这棋局漫长得很，不必计较一子一弟的得失，蛰伏其中，是为了来日更好的收官定事。烦请通报父皇，孤有要事相求，请父皇恩准，更换太子妃人选。是。混账！这种话你也敢说出口？给孤跪下！你是疯了不成？南巡一趟带回个无名无分的表妹，就要改立正妃？你把太后亲自教养的静兰置于何地？把孔氏一族的脸面置于何地？父皇，儿臣与静兰只有兄妹之心，唯有其因才是儿臣心之所向，求父皇成全。荒唐！为了一女子朝令夕改，你是想让天下人笑话朕心欲扫地吗？给朕滚出去！陛下，子少还年轻，他只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，您千万别伤了他的身子啊！陛下，开开门吧。罢了。姑娘，圣旨到了。最终圣上还是松动了，只不过为了安抚孔氏，先册立下的竟然是封我为县主的旨意。明皇绸缎上的措辞是精心斟酌过的，我看得极慢，一字一句似乎要将其刻入骨髓。这不仅仅是一道旨意，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将我牢牢困在这深宫中。我必须冷静，必须从字里行间找出那一丝生机。恭喜主子得封县主之位，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！县主之位不过是个缓冲，圣上既要安抚孔氏，又要成全太子，这步棋走的实在是圆滑。太子殿下驾到！这道旨意是父皇的意思。静兰，你要相信姑，姑从未想过不娶你。殿下言重了，陛下隆恩赐封臣女为县主，这对静兰来说已是天大的体面，岂敢存有怨怼？静兰，委屈你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立温妹妹为太子妃，那是圣上的慈爱之心。殿下顺应圣意，不仅是全了孝道，更是顾全朝堂大局。此举大公无私，并无半点错处。我将他的负心粉饰成了顾全大局，这让他心里的那点歉意简直无处安放。齐因他性子纯烈，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。姑是怕他多想，生了嫌隙，适宜这几日才未来找你。殿下不必向臣女解释这些。往后若是缺了什么，尽管差人来东宫找姑。姑心里始终有你，若你愿意，这侧妃之位……殿下，过往种种如烟云散，殿下不必再提。如今你与温姑娘情投意合，静兰若继续留在长安，只会徒增彼此的烦恼，更会惹得温姑娘和皇后娘娘心中不快。是以，静兰已向太后请旨，3日后便动身回蓝田。子少哥哥，我害怕见到孔家姐姐。子少，温家的荣辱全陷在你这一念之间。顾全大局，让他走，也许对大家都好，齐音会安心，母后也会满意。至于皇祖母那边，姑会拼了命去安抚。你当真想走？是，求殿下成全。茶香袅袅，我与他就这般对坐，沉默无话。他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最终闭了闭眼，极轻地点了下头。好，姑成全你。臣女谢殿下成全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一向恪守礼教、以风骨自衢的孔氏女，竟会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逾矩之事。今日是静兰放肆了，全当臣女糊涂，请殿下彻底忘了吧。
主子，洗漱安寝吧。他答应让我回蓝田了。主子打算何时动身？越快越好，不要留半分念想。主子刚才何苦自降身份，做出那样轻佻的举动？这可不是您的风骨。风骨这东西端得太久了，只会让那些自命不凡、自大惯了的男人感到压迫。偶尔放下身段，让他觉得能够轻易征服，那份征服后的记忆与快感才会刻骨铭心，经久不散。姑姑觉得子韶今日对我说的那些愧疚，有几分是真？殿下心底或许确实存了几分往日的旧情真心，但比起那点真心，老奴瞧着他更怕惹上麻烦。当今圣上心思深沉，皇后娘娘手段非常，身边更有无数个虎视眈眈的兄弟盯着那把椅子。他萧子萧不得不装出一副温良恭俭的乖巧模样。萧子昭忘了，当年圣上能稳坐江山，背后靠的是谁？哼，即便忌惮孔氏，圣上也只敢温水煮青蛙，一点点修剪。他倒好，受了温氏几番诱惑，便恨不得立刻把我们这些旧日包袱烧个干净。等着吧，来日若真有个风吹草动，那些因利而聚的寒门，谁会真心护着他？今夜就开始收拾吧，宫里赏的、太子送的那些衣裳首饰一概不带。我便是要这样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半点念想也不留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你现在满心都是那个温其英，可你的愧疚与那点新鲜感，究竟又能持续到几时呢？我们就看看，谁能笑到最后。决意要走，这东宫你经营了10年，就这么弃了？是，姑祖母，静兰知道，若此时留下，凭着这10年的根基徐徐图之，未必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可那样，终究落了下乘。静兰不愿将来坐在高位时，被人指着脊梁骨说：“臣妾这位置，是靠着卑微隐忍、委曲求全才换来的。”深宫对棋最高明的棋手，往往置身局外。你能想到这一层，哀家这10年的心血便没白费。走吧，剩下的事哀家替你收尾。原来早在赵父母入京观礼时，姑祖母便已为我铺好了退路。她早就料到这一天，在风雨未来前，就先给我造好了避风港。瞧瞧，那就是孔家那个旁支女。孔氏百年清流，竟出了这么个没骨头的东西，眼睁睁把正妻之位拱手让人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到底是庞怕出身，上不得台面，在宫里养了10年，结果连个外来门户的野丫头都斗不过，白白占了那个好名头。骂吧，骂得越狠，这盘棋才越精彩。不必理会外头那些聒噪。兰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世事如棋，有人赢在步步紧逼，有人却赢在静观其变。你要等的是对手自己心急，等他们自己乱了阵脚。届时，你这颗被随手放在边角的弦子，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。父亲所言，正是静郎所想。东宫那位太子妃，昨日又因冲撞太后受了罚。读史书，听耳目，修本心。
女则女戒不过是皮毛。我研读的是《朝堂制衡与臣子策论》，我每年延请薛大家授课，为的就是无论何时再入宫门，都能如同归家般从容。东宫的消息自然是重中之重。刚开始，太子对温其音极尽宠爱，可裂痕很快就出现了。温其音处置公务失当，太子出面维护，反被御史台参了一本。圣上令太子妃好生学规矩，怎样办差不伤人，怎样在规矩上行方便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。近半年，东宫更是鸡飞狗跳。主子，您听听，太子妃昨日在花会上，可见把吏部尚书夫人的老脸都给落了。殿下在书房发了好大一通火。主子，我看咱们是不是该趁这个机会回去了？殿下这时候被那头闹得头疼，肯定正念着您的好呢。何姑姑，你说咱们现在要不要回去？奴婢记得下个月15便是太后娘娘的6大寿千秋寿前了。时机终于等到了。今日这雪落得巧，本宫瞧着这满园的梅花，倒真生出了几分雅兴。你还有你们几个，现在便披上纱衣，去那园子里踏雪寻梅，每人集锦赋诗一首。若赋不出来，今儿这酒可是要罚的。太后寿宴，温其英竟让贵女披纱踏雪。温其英，你这雅兴还真是要了爬人的命。梅须熏雪，切，3分白，切，雪却淑美，一段情。皇祖母，孙儿昨日读到个笑话。宫人何在？还不赶快把这些娇滴滴的小姐们扶下去更衣暖身！若是真冻坏了谁家的掌上明珠，这罪名谁来担？明眼人都看出，皇后有意让太子妃露脸，却不想弄巧成拙，闹出这等笑话。皇祖母恕罪，孙儿不知。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哀家有些乏了，这宴不必开了。皇后，看看你办的好事！陛下开恩，母后息怒，臣妾知罪。子少哥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给皇祖母添些雅趣，谁想到他们身子骨这么弱，连这点风雪都受不住。齐音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你以为今日被你点名踏雪的只是些无关痛痒的庶女，伤不了大局。能入宫宴者，皆是世家珍宝，当众折辱，无异于冒犯各家颜面。殿下，臣妾知道错了，你一定要救救臣妾。若是父皇真的降罪下来，伤的也是东宫的颜面，也是您的体面啊！子少哥哥，2年了，每一次闯祸，每一次失仪，温其音都只会哭着求姑去收拾残局。姑真的累了。
静兰，臣女孔静兰拜见太子殿下。你我自幼相伴10年，何须生分到这种地步？时至今日，静兰依旧不想让殿下感到为难。静鸾，天色晚了，雪也紧了，姑陪你一同去寿康宫给皇祖母请安吧。你从前住的舒玉轩，姑这2年时常过去坐坐，待会儿姑亲自送你回去，可好？既如此，那便有劳殿下护送了。太子殿下，静兰献主，太后娘娘今日寿宴受了累，身子沉，已经歇下了。既然姑祖母乏了，那静兰明日再来问安。劳烦姑姑转告，请姑祖母以凤体为重。情理之中，温启因才惹事，太后此刻见我，反倒显得刻意。姑下了死令，这舒玉轩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谁都不许乱动。你当年走的太绝，什么都没带走。姑看着这些旧物，就总能想起咱们从前对弈读书的日子。殿下有心了。当年是姑一时糊涂委屈了你，这2年姑日思夜想，姑……殿下，往事已矣，不必再提。静兰此番回京，只为全一份孝心，并无他求。臣女绝不会给殿下添任何麻烦。你我自幼的情分，怎么能算麻烦？静鸾，你听着，在姑心中，你与姑的妻子无异。妻子？她竟能如此理所当然地吐出这2个字，那坐在东宫正位上的温其一又算什么？子少，有些事终究不是3言2语能说清的。今夜风雪太大，乱了心神，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好，静兰，是姑太心急了。你这一路车马劳顿，先好生歇息，咱们来日方长。静兰啊，回长安这几日住的可还惯？这宫里头规矩森严，到底比不得蓝田那山野之地自由自在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静兰感激涕零。宫中规矩虽然严谨，但静兰自幼便在太后娘娘膝下得蒙教化10年之久，这些规矩早已刻进静兰的骨子里了，并无半点不惯。回了宫，倒像是回了自个儿家一样自在。你倒是个懂事的，既如此，往后便多与齐音走动走动。他年纪轻，许多事还需你这样的旧人提点。齐音，还不快来见过你孔姐姐？她与你子少哥哥青梅竹马，若非当年子少执意求娶你，恐怕你孔姐姐早已坐上东宫正妃之位了。母后说的是，我一见孔姐姐就觉得亲热。姐姐这般品貌，还未嫁出，岂不可惜？今日妹妹斗胆做主，替殿下纳了姐姐吧，咱们姐妹一处作伴。姐姐快收下，主母头回见房里人是要给彩头讨吉利的，赶明儿我让殿下请旨，风风光光迎姐姐进东宫。太子妃，你今日吃酒糊涂了吗？景伦县主乃圣上亲封，岂容你乱说？还不向县主赔罪！孔姐姐，方才是我一时口快失言了，姐姐千万莫怪。太子妃娘娘年轻率真，心直口快，静兰一个做臣女的，哪里敢有半点怪罪之心？春银，快将娘娘的这份重礼完璧归赵。替我家县主谢过娘娘的一番美意，只是这物件，县主实在是不敢领受，还请娘娘收回。县主果然是礼法周全，名不虚传。倒是启音这孩子，确实是年轻不懂事，没轻没重的胡闹了一场，还不快给本宫滚下去！皇后娘娘，静兰忽感身子有些不适，
怕是留下来会惊扰了娘娘与诸位夫人的雅兴，请容臣女先行告退。准了，回去好好歇着吧。皇后这些年越发不中用了，昔日不过是哀家抬举她几分，竟让她生出能与哀家平分秋色的恍惚。哼！至于温其音，既无名门教养，又无远见，满脑子市井手段，他拿什么与我孔氏女儿相提并论？老五视察江南漕运一事，你怎么看？五皇子的母族刘家，正是圣上登基后一手提拔起来的新贵。是了，刘家出了几个能力，风头瞧着与温家一般无二了。圣上扶持新贵，制衡背靠温氏的东宫，而我孔氏这些老牌世家连年退守，反倒成了圣上眼中最安稳的奸细。萧子要舍弃孔家，若真到了那一日，仅凭温家争得过五皇子？皇帝是哀家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若真有个万一，哀家自然心痛如绞。可身在其位，该尽的心，该布的局，一样不能少。静兰，明白了。你回来了。是，殿下深夜至此，可是有心事？五哥今日上了巡视漕运的条陈，父皇当众夸他思虑周经，办事利索。静兰，往年这些赞誉，从来都是孤一人的。父皇近来对温家颇多敲打，母后只会叫姑隐忍顺从，可到底要忍到何时？再这般下去，姑这东宫怕只剩空架子了。静兰，姑常在想，若是当年没有遇见温其晕，若是守在姑身边的一直是你，姑如今是不是就不会这般举步维艰？我听懂了他魏晋的话，这哪里是在问当年，分明是想在这风雨飘摇之际，重新向孔家递出橄榄枝。多么讽刺，又多么现实。世间本无如果，清心温姑娘是殿下昔日抉择，陛下现在所为不过帝王权衡之术。殿下既觉步履艰难，竟相敢问，您困于朝中无人，还是后宫再无依靠？殿下心生疲惫，非是敌手势大，实是尚未认清自身筹码，亦不知如何借力布局。你总是看得这般清楚，那依你之见，姑现在当如何自处？殿下可知陛下为何将漕运重任交于五皇子？莫非当真认为他胜过殿下？陛下此举实为褪去殿下储君荣光，试探你的真本事。水利差事虽苦，却根基深厚，不如潜心做好，胜过暗自懊恼。要让朝野知晓，太子不止身居高位，更能躬身为民，实干政绩，远胜一时虚名。今日之言，姑记下了。静兰，谢谢你。臣女僭越了，只愿殿下能拨云见日，稳坐东宫。主子今日言辞过直，恐殿下事后心生芥蒂，终究不妥。他如今身陷困局，心急难安，正需人点拨。此刻点醒几分，便是助他脱困。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，点到即止，令其自悟，这份恩情方能铭记于心。找最可靠的暗桩，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信亲自交到毕州四祖姑母手中。奴婢明白。半月后，五皇子巡漕收礼事宜之事传开，龙颜大怒，命其即刻回京禁足自省。两相高下立见，五皇子母族刘氏势强，旋即发难，上奏弹劾皇后母族温氏。静兰，你来的正好，姑一刻也待不住了。五哥一党太过激进，竟翻出温氏旧案发难，姑需即刻回宫面圣辩解，否则这太子之位难保。殿下，敢问弹劾奏折里可有实证指认是您亲自所为？那倒没有，都是些不争气的子弟行事不检，牵连到姑。温氏子弟在雍州的所作所为，殿下事先可曾知情？远在千里，姑如何得知？既然殿下既不知情，也非您指使，那便是温氏管教无方。殿下此时急着回去，是打算向陛下抛白心志，
还是打算替温氏求情，把这盆脏水往自己身上揽？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家……您贸然回京，只会落得偏袒外戚之名，被扣结党罪名，苦心积攒的民心尽毁，正中五皇子下怀。园中有端庄枝度草木，方得怜惜；若有杂草牵绊碍事，除却方为良策。静兰所言极是，是姑被私情迷了眼，浅薄了。他绝口不辞回京，反勤于与民同老，已然醒悟。萧子少，你终是懂了布局之道。谢谢孔姑娘。静兰，这些粗活累活让下人做便是，你何苦亲自动手？殿下，施粥一枕，贵在一个诚字。我若只是站在高处指手画脚，岂不是失了孔氏行善的本意？瞧瞧，殿下和县主站一块儿，真是天造地设的般配，可不是嘛？萧子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若是不来，殿下怕是都要在这泥坑里跟人双宿双栖了。孔季罗，你少再装出一副圣人模样！你们这些孔家人，肠子弯弯绕绕，真当姑不知道。面上装的清高出尘，背地里还不是变着法勾引男人？温琪音，住口！静兰在此施药是百年善马，绝非你想的那样龌龊。孔氏年年施粥，乃是百年家规，此地亦是善堂旧址，绝非临时所为。我家姑娘尚未出阁，清白自持，还请太子妃谨言慎行，谨岁之事，莫失皇家威仪。温琪音，你要发疯，滚回你的东宫去发，别在这里给姑丢人现眼。丢人现眼！萧子少，你居然说我丢人现眼！当初是谁巴巴的去雍州接我进京？是谁整日在我耳边说我活泼可爱、与众不同？现在嫌我没规矩了，是你们逼着我学这些吃人的破规矩。你以为姑奶奶我想当这个太子妃吗？去你的太子妃！姑奶奶我不伺候了。完了，太子妃当众弃怪，失德悍妒，姑当初真的选错了。主子今日受委屈了，不受点委屈，怎么能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彻底赔进去？是他自个儿根基太浅，稍有风雨便自乱阵脚。多亏了你在蓝田石布下的那些几十年未动的暗桩，在这粥棚里不经意的起个头，谁会怀疑到孔家头上？太极宫那边如何了？太医院几位院判日夜守着，情况怕是不太好。知道了，传信给家主，让他务必在朝野上下营造刘氏一族烈火烹油、五皇子胜算极大的假象，尤其是要让那些墙头草绝该另投明主。主子英明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乱吧，越乱越好，只有乱了，蛰伏的孔氏才有喘息之地。前朝后宫乱成一锅粥，皇帝盛怒之下对温氏大开杀戒，皇后疯狂报复，两家斗得连体面都不要了。萧子韶这位太子竟隐隐有了被架空的趋势。静兰，水利修好了，可父皇病重看不到了。这满朝文武只想着站队，姑做的这一切到底还有什么用？殿下，修水院的本意是为百姓，圣心易变，民心却沉。只要民心在，殿下的位子便稳了一半。姑现在连母族都没了，前朝无人撑腰，后宅那个疯子还在闹，姑如今不过是个光杆将军罢了。火候差不多了。殿下，这些年静兰虽然身在寿康宫，但也靠着姑祖母的碧言，私下里积攒了一些不起眼的人手。这是静兰今日所能拿出的全部身家了。殿下若信得过，便拿去用吧。这是他及笄那天姑随手拿的那个如意云纹玉佩。是了，所做这些全部都是他的不得已。静兰，是姑对不住你，姑是个混账。你放心，待姑肃清朝纲，
你便是孤唯一的皇后。什么高门寒门，孤统统不在乎。孤要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你这一个人。静兰相信殿下，若事成，臣妾陪您君临天下；若败了，臣妾也绝不苟活。何姑姑，她信了。主子，那名单上的人，名单里大多无关紧要，余下之人也只是掩人耳目。真正目的是让他笃定，只要幡然醒悟，孔氏一族便会倾力相助。冯家在军中的威望，樊家在文臣里的门生，还有毕州徐家在漕运的财力，这些才是我给他的真正大礼。但这计策绝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。男人啊，既不喜欢女人太蠢，更不喜欢女人太聪明。主子是想让东宫的那位赵先生去说。平业15年举人，当年落魄兵绝境，家父曾施以之手，此期我暗中布局2年，就连姑祖母也未曾知晓。主子，太极宫那边响了脚步声极重，有人在喊，还有刀剑没入面肉的声音。太极宫已被刘氏的人围死了，今日送汤友的侍从全被拦在门外，圣上怕是已经逆不发丧。刘氏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看来禁卫军里被策反的不在少数。既然出不去，那就不必费心了。孔静兰，留下来陪本宫一起瞧瞧，本宫的皇儿是如何一步步登上那95之尊的位置。贵妃娘娘深夜至此，有何指教？告诉本宫，太后那个老陈婆到底藏在哪儿了？你若肯招，待我儿登基，姑还能留你一命，封个末流选侍。若是不识抬举，你什么意思？姑祖母不是一直在寿康宫称病吗？难道……蠢货！寿康宫的人早就跑得没影了。什么百年孔氏，什么太后心肝，你不过是他用完就随手扔出来挡灾的草包。带走，扔到偏殿去，和那些哭丧的嫔妃关在一处，一个都不许放跑。逆党刘氏已被诛杀，让各位贵人受惊了。太子殿下有令，请各位随末将移步安全之处安顿。事情尘埃落定了。静兰，这几日宫中大乱，让你受惊了。静兰受些惊吓不算什么，要紧的是殿下洪福晴天，如今大难已过，大事定能成就。谁能想到，父皇其实早由皇族秘密护送去行动静养了。此次宫变正好给了姑一个由头，将那些怀有二心的贼子连根拔起。往后姑上位，江山也能安稳些。原来如此，圣上当真英明神武，怪不得姑祖母这段时间称病不出，竟是在暗中筹谋。殿下节哀，保重龙体。前朝后宫百废待兴，如今可全指望殿下主持大局呢。是啊，千头万绪。静兰，这几日姑会非常忙，恐怕不能常来看你。你且在漱玉轩安心休养，待大局彻底稳定，姑便来接你入主中宫。那温妹妹那边？温琪因行迹风靡，当众弃官，简直不堪大用。来日给她个贵人的位分，已是姑念在旧情，全了一片孝心的结果。热灶烧了这么久，添了那么多柴，总算让刘氏开了场半满的庆功宴。宫变之夜，刀剑无眼，死伤在所难免。至于皇后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谁又会去深究呢？在这个乱局里，一切都很合理，不是吗？新帝登基，萧子韶春风得意，却不知他做下这些忠臣，皆是孔氏之慢。孔家雪中送炭，
在他最惊险时用清流名誉为他背书，将他塑造成清君侧的英雄。封后大典将近，是否接蓝田父亲入京观礼？凭你现下身份，便可保二老在长安安稳度日，尽享。不必了，姑祖母。蓝田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他们住惯了也自在。长安到底太吵了。哦，京中孔氏已是烈火烹油，枝繁叶茂，他们再来不过是锦上添花，反倒平添是非。不如就留在蓝田，那里清静也稳妥。你的性情倒令哀家忆起先房登基之前，哀家也是以身入局。静兰，你心思远比哀家预想深沉。平日故作温顺柔弱，出手却直击要害，一招便置对方于绝境。姑祖母过誉了，我只求心之所向，深谙进退取舍之道。我只是等到对手失去耐心，等到他们自相残杀，最后剩下的只有我这张无可饕餮、最符合皇家体面的脸。去吧，该教的哀家都教了，往后是属于你们的时代了。如今这宫里，再无人敢提起本宫曾是一个不起眼的旁支，他们只知本宫是这中宫之主，是当朝太子的生母，是圣上最倚重的贤后。娘娘，孔氏今年新修的宗册送到了，请娘娘过目。这一代的姑娘里，倒是出了个有意思的，就她吧。这便是一个世家子与一个王朝绵延不绝的沉默对话。